这个地库啊，是我在上海见到过最漂亮的。它在这儿干嘛用的？再打开看一下。我是魏洪涛，让我来说你能听得懂的设计。这里有这么多热带植物啊，我们可不是在曼谷，我们是在上升新所的2期，一起跟我去看一下。这里的景观呢做的很有特色，用了很大量的这种蕨类的植物啊，这种类型的植物在上海是很不常见的。这种巨大的杉木也是很少见啊，所以它营造了一种都市丛林秘境的感受。这一块枯木啊，是之前场地里边的一个死掉的树，把它的一部分放到这里，也体现了一种对场地原有历史的尊重和回忆吧。整个景观里面配备了雾森系统，就是这个小东西打开的时候它会喷雾，会有一种仙气飘飘的云雾缭绕的感觉。开水沟的孔啊，跟那个蕨类植物有点像啊，它的肌理 pattern 这些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上升新所呢，我们要记住几个关键的数字啊，叫3、5、11。它这里边有3栋历史保护类的建筑，一个是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另外一个是孙科别墅，还有一个海军俱乐部以及它的附属的泳池。5是它的2期由万科新建的5栋建筑，11是修缮了原有的11个老的厂房建筑。我们今天主要探的是它2期的5栋新建筑，以及它整个的景观，还有它所有的场域的环境。2期它5栋建筑啊，它的设计概念呢叫做聚落魔方，不同的方形的体块通过它体量的穿插把它串联起来。地面的景观铺装也很有意思，也是模拟了马赛克的一些拼贴图案，响应了它的这种魔方的设计的概念。街道的尺度呢比一般街道要宽。上个周末我是来过，这里边是有各种不同活动。这块的景观设计也挺有特点的，它既是一个休憩的区域，这边有摊位的时候，它和摊位也有视线上的交流，很舒服。大家逛累了可以在这歇一下。来，我们看一个有意思的小东西啊，大家可以猜猜这是干嘛用的？再打开看一下，电线，这些都是给市集的一些活动啊摊位来接电用的。所以它这块在设计的时候也考虑到了未来的使用场景，街道的尺度，地面是不是要通电？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方形的，有很多提前的思考和设计在里面。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水洗石的收口的处理，这面和这面都是水洗石，但是呢，这2种材料如果直接硬接的话呢，这条线会不是很硬朗，所以它这块用了一个不锈钢的卡槽，这条边呢就显得很挺啊，这是一个仰角。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啊，它这个石头你是无法控制它的直线的程度的，其实就是一个反例。我听说啊，他们是不允许2种材料直接硬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水刷石和地面的水墨石砖，它在接的时候它做了一层筛子盖，然后这块有个金属的收边条，这条边呢就显得非常的干净。这块呢，在施工的过程中碰到了一点小困难，这2种材料不知道怎么接，他们也是从上海的传统建筑里面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水泥踢脚线的处理，也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过渡，反映了上海之前老建筑的一些风貌。这里边的标识系统也很有看点啊，它是把魔方转移成了小的这种马赛克，复刻了海军俱乐部泳池马赛克的图案。灯也很有特点，很复古的复刻了老建筑的一个灯，据说这个灯是从澳洲进口的，一个灯的话要300美刀。这个墙面我很喜欢啊，专业的术语呢叫条纹水泥，把水泥抹上去以后，然后通过一个模子这样一笔刷下来，刷的笔直，然后这个水泥稍微凝固以后呢，又喷了类似于真石漆的肌理漆的材料，所以你从远处看很整，往近看的时候呢又很有质感。看一下这个电梯厅的白立面，它用的是金属的，但是它的 pattern 肌理跟那边的水泥的肌理是一致的，再次展现了它设计方面的一些小巧思和小细节。这栋楼呢，整体是主打一个绿色的概念啊。这个钢结构的楼梯，大家可以看到，它也是绿色。钢结构呢，它一般会做防火的喷涂，但是那个涂料的质感不是很好，有点坑坑洼洼的。所以在这块呢，他们又进行了2次的喷涂，选用了另外一种应该是喷汽车的一种材料，对它进行了打磨，所以它的质感呢也是非常的顺滑。这个栏杆我也很喜欢啊，没有现场焊接的成分，通过这种螺栓把它拧在一块儿，固定到了一起，所以它整个楼梯呢非常的干净，非常漂亮，这种工业风的精细化的质感做得很好。刚才我们看到的灯，它的灯罩呢都是奶茶色的，唯独这个灯，它的灯罩是绿色的。其实它也是呼应了整个楼绿色设计的元素。2期它的建筑设计有个很大的特色，它很多时候是底层架空，有很多大的台阶把人往2楼去引。我们现在来到了2楼，这5栋新的建筑呢，它在2层全部是由连廊连接的，办公的人群在不同的楼层之间的移动也会非常的高效。
这个扶手啊，它看起来像是石墨，但是其实不是，因为它是在户外，所以它用的呢应该是一种金属。听一下啊，金属的质感。这里有几条缝啊，我猜测它是防雨水，雨水从这边可以下去，然后排走。有没有知道的小伙伴告诉我一下？这个地库啊，是我在上海见到过最漂亮的商业和办公建筑的地库了。你可以看到它整个地面的肌理，包括它的天花的灯具啊，跟1楼甚至2楼都很像。水刷石也用到了地下车库的墙面，马赛克的设计的理念，甚至它整个的绿色都跟上面的主体色是一样的。万科的同事反馈啊，它这里边负责把控的呢是一个女性建筑师，所以我感觉2期整个的包括它的建筑景观做得非常的细腻，会有很多女性的柔美在里面。